丈夫是个极限运动排斥者，我却是个极限运动爱好者，甚至因为我拉着他从1米高的台子跳下，便给了我一纸离婚协议。直到我刷到他陪带教学生跳伞的视频，点进主页，几百个视频，全是女生记录的和他的日常。生日那天晚上，他说没空赶回来陪我过生日，是因为那天苏眠项目出了差错，被骂了，他在忙着安慰他。过年我让他抽空陪我回去见爸妈，他以科研项目繁忙为由推脱，是因为心疼苏眠一个人在异乡，所以留下来陪他过年。手指麻木地滑动着屏幕，看着一个又一个甜蜜的文案出现在眼前。今天论文又被雕了，还好有贴心的周教授买的小蛋糕，全世界最好的周教授。面冷心热的男人，嘴上说着我的项目很差，骂哭了不还得你哄？哼！直到旁边小心翼翼的说话声响起。师母，周教授可能还在里面忙，因为今天是苏眠师妹项目成果展示的日子，要不你先等一会儿。我起身，不用了，你告诉周怀庆，准备离婚吧。回到家，我直奔2楼卧房收拾东西，将签好字的离婚协议放在床头，就对上了一双漆黑的眸子。周怀瑾目光落在我身旁的2个大行李箱上，拧眉。今天中午有学生答辩，没能及时出来，你又生气了？我没理会，拖着行李箱就要走，却被他牢牢按住。林夕，说话。我还是沉默着，他冷静看着我，仿佛在看一个瞎闹的小孩。什么时候才能改掉你一生气就不说话的坏毛病？见拉不动行李箱，我松下一口气，直起身。我要离婚。理由？你出轨了，这算理由吗？说完，我拨开他的手，提着行李箱继续要走，却再次被拦住。林夕，能别闹了吗？我只有你一个。是吗？我掏出手机。那他是谁？我点进苏眠最新发布的视频，屏幕上2人跳伞的画面清晰可见。你不是说你恐高讨厌极限运动吗？为什么到他那就不恐高了？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周怀瑾。我尽量让自己音调平静地问他。林夕，你查我？没有想象中的道歉和解释，反而是质问。你不该先解释一下这个吗？她叫苏眠，是我带的学生。小姑娘上周心情不好，我陪她去跳伞，仅此而已。周怀瑾，说这话你自己信吗？一段视频可以解释，那这么多的视频，他要如何圆谎？他沉默了。我提着行李箱再次要走，他开口：你要去哪儿？我回家住一段时间。他没说话，直到我走到门口，他又道：给我一点时间，我会尽快处理好的。我没理会，径直出了门。第二天，我照常来到画室，却发现门口站了一个人。你就是林夕姐姐吧？我没说话。是苏眠，她跟照片上大差不差，一身白裙子，有些局促。我径直走过去打开门，她叫住了我。我有点事找你，可以谈谈吗？她一副无害的样子。最终，我还是让她进来了。她坐在我对面，有些手足无措，解释起跟周怀瑾的事。他叫你来的？不是，是我自己要来的。你走吧，这是我跟他的事，跟你没什么好说的。我起身要去忙，她也突然跟着起身。林小姐，不管你信不信，我跟周教授真的没什么。不管你信不信，那天真的是我心情不好，求着他陪我去跳伞的，这只是一个误会。误会？底下这300多个视频也都是误会吗？苏眠一时语噎，我拨开他的手。既然是来读书的，就好好读书，别想着走邪门邪道攀高枝。他小脸煞白，仿佛下一秒眼泪就要掉下来，扭头跑了出去。没一会儿，我就收到了周怀瑾兴师问罪的信息，问我为什么要找苏眠麻烦。我气笑了，一个电话打了过去。周怀瑾是他来找的我倒是想知道为什么他能知道我的工作室地址。还有，你有这闲工夫过来兴师问罪，倒不如快点签了离婚协议，好去找你的小姑娘。他沉默了好几秒才开口：林夕，你现在情绪不稳定，晚上我再过去找你谈谈。他挂断了电话。晚上果然来了，画室的门被打开，他站在门口，我坐在画板前，手中动作不停，声音讥讽：怎么来为你的小姑娘讨公道来了？他没说话，半晌叹了一口气，语气无奈：你才是我的妻子林夕。我没理会。去参加一个国外的研讨会，要1周后才能回来，1周后等我回来再来解决我们的事。我拿着画笔的手一顿，他又继续道：既然你不喜欢苏眠，那我以后尽量减少跟他的联系，有关他的项目课题我都交给了其他老师，以后不会过多干预。我没说话，继续给我的画作上色。他站在门口停留了好一会，这才离开。
第二天一早，我收到了他登机的信息和报备照片。接下来7天，他每天都会准时给我发信息报备，参加会议的时候发，吃饭的时候发，就连睡前都要发，即便我一条都没回过。7天后，他回国了。回来那天，他给我带了礼物，一个很精致的手表。他从盒子里拿出，轻手轻脚为我戴上，刚好能遮挡住手腕上的伤疤。喜欢吗？我没回，倔强将头扭向另一边。他也不恼，语气平和。这次是我做的不对，只要不离婚，你怎么闹都行，林夕。至于搬回去，你愿意在这儿住多久都行，我每天抽空回来看你。把话撂下，他便走了。晚上，我躺在床上，细细端详着手上的腕表，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正好明天就是他生日了，我决定给他个惊喜。第二天下午，我拎着辛辛苦苦做了一早上的蛋糕，回到了我们的家。推开门，却看到坐在餐桌前催促着周怀瑾许愿的苏眠。烛光映照在周怀瑾的脸上，他闭着眼，睁开那一刻看到了我。我将蛋糕扔下，转身就走。林夕，他追了上来，拉住我的手。林夕，你听我解释，我没想到你会突然回来，苏眠只是来给我过个生日。没想到我会突然回来，我要是不回来，你们还要背着我干什么？他想解释，突然屋内传来玻璃杯摔到地上破碎的声音，紧接着苏眠的惊呼声传出。周怀瑾下意识扭头想去查看，想到我还在原地，又扭过头来。林夕，你先等我一会儿，我去就回。我没做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视线里，扭头就走，顺便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第二天，他出现在了我楼下求情。好在爸妈前2天出去旅游了，不知道，我也好无所过继的不理会。他守了整整3天，他告诉我那天真的只是误会，是苏面主动找上门来给他过生日的，他不好拒绝。他说已经把苏面移交给其他代教老师了，以后再也不会联系。他让我再给他一次机会，我没理会。直到第4天，他有事没来，我也终于得空去了一趟画室。推开门，映入眼帘的却是一片狼藉，满目疮痍。画室里将近一半画的画，我好几年的心血都被毁了，被撕烂的撕烂，被推倒在地上的推倒，各有各的惨状。门锁却没有被破坏过的痕迹。我调取了门口的监控，才发现是苏眠拿着工作室的钥匙开了门进来搞的破坏，而工作室的钥匙只有我和周怀瑾有。我当即拿着证据去找了苏眠，当面对质。他红着眼，双手紧握着拳，一副委屈巴巴的样子。林小姐，我知道你因为我和周教授的事误会了很多，处处针对我，甚至还不惜让周教授换了我。可我都跟你解释过了，我跟周教授真的什么关系都没有。你为什么要这样诬陷我？你不觉得你这样太可怕了吗？处处都要掌控着周教授，难道这样周教授就开心了吗？还是说林小姐是因为高中时期受过性侵的经历，才导致了现在这般扭曲的性格？你说什么？瞬间，周围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一片议论声四起。啊，真的假的啊？他高中时期被性侵过，也好恶心啊！怪不得性格这么扭曲，原来是有过这样的经历。这样想来，周教授好可怜，兼顾工作的同时，还要照顾一个有心理疾病的妻子，连一个小姑娘都欺负，算什么英雄好汉？我如坠冰窟，拽着他的手腕不由发紧。谁告诉你的？他没回答，但我也已经隐隐知晓，毕竟知道这事还能告诉他的只有周怀瑾了。他靠近我，嘴角翘起，像变了一个人，再无刚才柔弱的模样。当然是周教授告诉我的呀，就连他参加研讨会回来带给你的手表，也是我挑的呢。什么？我愕然站在原地，原来周怀瑾从未跟苏眠断过，不仅在他参加研讨会每天给我报备的7天里，都在跟他待在一起，就连送我的礼物也是他挑选的。真正配不上周教授的人是你吧，林夕？他看我的眼神像淬了毒一般，没等我反应过来，一股力道将我推开，我踉跄一下，险些摔倒。周怀瑾冲进教室，将苏眠护在身后。林夕，你到底要干什么？我都已经听你的，将苏眠移交给了其他老师，不再跟他有来往，你为什么还要一而再再而三为难他？我为难他？我笑了，刚要说话，周怀瑾却拉着苏眠，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课室，其他同学也出去了，周围只剩下几道零散的身影围着我窃窃私语。我行尸走肉般离开学校，刚回到工作室，我就收到了周怀瑾的信息，手机屏幕上显示着周怀瑾发来的消息。我笑了，笑着笑着就哭了。我想问他，
为什么要把我的事告诉苏眠？为什么要骗我说跟他没联系了，转头却带他去参加研讨会？为什么要把他挑选的手表送给我？可手一碰上屏幕就止不住的发抖，一句话也打不出。我没回他，他找了过来，说苏眠因为我这一闹，被学校里的人指指点点，现在都快抑郁了，让我去道歉。我再也绷不住，情绪如山洪般倾泻而下。我质问他，他抑郁了，那我呢？周怀姐，你为什么要骗我说你们没联系了？转头瞒着我带他去了研讨会，为什么要把我的事告诉他？为什么要把他挑选的手表送给我？那7天里，你有那么一刻考虑过我吗？还是在庆幸我没有给你发信息？他沉默了好一会才开口，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礼物，所以才问的他，并且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你至于这么矫情吗？一阵突兀的铃声响起，我看到了屏幕上的备注绵绵，他看了我一眼，还是接了起来。周教授，实验室突然断电了，我被关在了里面，一个人都没有，里面好黑，我好害怕，你过来陪陪我好不好？你在原地待着别动，我现在过去。周怀瑾，你今天要是踏出了这个门，我们这个婚必离。然而他还是义无反顾推开了门。林夕，苏眠被困在实验室了，他是我的学生，我不得不去。话落，他的身影消失在门口，车子在眼前呼啸而过，扬起一地灰尘。我也同时拨响了律师朋友的电话。喂，我要上诉离婚，需要你帮我。还有，我要起诉一个人。我将苏眠毁坏我工作室画作的证据提交上了市政庭，还有他知三当三勾引自己教授的事，连带着最近收集到的所有证据编辑到一个帖子里，发送了出去。做完这一切，我打开手机，订了最早一班飞往巴厘岛的飞机，拖着行李箱，头也不回去了机场，同时还不忘给周怀瑾发去信息。之后我将他拉黑。与此同时，正安慰完苏眠从实验室出来的周怀瑾看到这条信息，他拧起眉，又下意识觉得我在闹了。林夕，别闹，我明天过去找你。信息发去，一个醒目的红色叹号冒了出来。他没有多想，只当我是又生气了，第二天再去哄哄。直到第二天，他来到学校，却发现门口多了一堆蹲点的媒体记者，见到他纷纷涌了上去。周教授，听说你背叛妻子，出轨了自己的学生，还纵容学生去破坏林夕女士的画作，请问是真的吗？您对林夕女士要上诉离婚一事什么看法？什么？谁要上诉离婚？周教授没看今晚的新闻吗？您妻子亲自发布的声明呢？看到屏幕上内容的周怀瑾意识到事情的不对劲，冲出人群，驱车直奔我家。来到后，却发现楼里空空。他询问物业，得知我们一家3口出去旅游的消息。顿时，周怀瑾愣住了。去哪儿了？物业边摇头，边用奇怪的眼神望向周怀瑾。这我哪知道？无法接通，发的信息也显示被拦截。就在这时，手机弹出一张传票和我上诉离婚的信息，苏眠的电话也巧合地打了进来。周教授，现在全网都在传我是个小三，我连上课都没法上了。林夕姐姐还把我告了，我该怎么办啊？周教授，你帮帮我好不好？再这样下去，学校那边要把我劝退。苏眠的声音带着哭腔，那是第一次，周怀瑾感到有些厌烦。道歉吧。他说。电话那头的哭声止住了。道歉？要是道歉，大家不就等于变相承认那些事情都是我做的了吗？难道不是你做的吗？那天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你偷走了我的钥匙，跑去把我妻子的画室弄得一团糟？周教授，这些你不用跟我说，你跟公众说，做出道歉和赔偿就行了。说完，周怀瑾挂断了电话。苏眠的电话接二连三响起，他一次都没有接，索性将手机调成了静音，然后换着法子给我发信息、打电话。终于在换了 N 个手机号后，拨通了我的电话。我刚要挂断，他急忙道：林夕，先别挂，你先听我说。我不知道那天苏眠去了你的画室，他拿走了我的钥匙，我也是才看到帖子知道的。那天的事是我对不起你，你先别冲动，我们回来再说好不好？有事回来再商量。他的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急促，我静静听着，直到他说完，我才开口。周怀瑾，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我跟你说了什么？电话那头静默了2秒，他开口：林夕，那天是我糊涂了，我……嘟嘟2声，电话挂断了，他的声音戛然而止。他想再次打过去时，却发现手机号再次拉黑了。与此同时，苏眠找了过来，他像以往无数个难过的时刻一般，扑进周怀瑾怀里，哭诉着自己的无助。下一刻，却被周怀瑾无情拉开。
苏眠，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我对于你，只是出自对学生的责任，并无其他情感。苏眠愣住了，他慌张拉住周怀瑾的手。不可能，你一定是在骗我。如果你一点也不喜欢我的话，为什么要在我难过的时候陪我去跳伞？为什么要瞒着林夕带我去旅游？为什么要在过年的时候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来陪我？为什么要在我难过的时候给我买小蛋糕哄我，在我生日的时候给我送礼物？苏眠将这2年多的一桩桩一件件都列举了出来。这一问倒是把周怀瑾问住了，他好像明白了我看到那个视频坚持要离婚的原因了。原来在他的视角来看是这样的。周怀瑾有些头疼地揉了揉眉。你想多了，陪你跳伞是为了安慰你的情绪不假，但那是为了不耽误项目进程。那次过年，连他自己都分不清当时的自己为什么要那样做，是对多年婚姻的倦乏，还是对鲜活年轻身体的留恋，他自己也分不清。可此刻，他无比清楚确认，他爱的人是林夕。苏眠，你想多了，我从来都只是把你当成我的学生来看待的。对于国内发生的一切，远在巴厘岛的我一无所知。过了7天无忧无虑的日子，我终于踏上了回国的征程，同时决定在落地的那一刻把周怀瑾拉出来，给他发去了信息。下一秒，他的电话打了进来。老婆，你终于接电话了，你现在哪儿？我过去找你，我们有话好好谈。我拧眉，我和你没什么好谈的，不肯签字，那就法院见。说完，我挂断电话。我回家的同时，爸妈也回来了。我妈抱着我，闺女，你咋都不跟我们说要离婚的事儿啊？要不是我和你爸看了新闻，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呢。妈，没事儿，我是不想让你担心。这个周怀瑾，当初要娶你的时候说的好好的，会一辈子对你好，这才没过多久，就敢出轨，简直是无法无天了。离婚就该离婚。原本还担心妈妈会担心我，没想到这么支持。我爸也同样点头赞成，悬着的心终于稳稳落地。下午，周怀瑾找来了，还没进门就被我妈拿着扫把赶了出去。我要见林夕。我妈直接双手叉腰。呸！你还敢提我闺女？你当初是怎么承诺的？现在又是怎么对她的？她为了你放弃了多少？你不是不知道。节假日你说工作忙，把她一个人丢家里，连她的生日都没时间陪她过，就这样她还帮着你说话。结果你呢？你忙，原来是忙着跟学生打情骂俏啊！好你个周怀瑾，你敢这样对我闺女，我和她妈是不会放过你的。我妈这辈子没骂过人，学到的话都用在了周怀瑾身上了。周怀瑾就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任由我妈打骂，直到我妈骂累了，把门一关，将她挡在了门外。我刚下楼就看到了我妈气愤不平的样子。你可不许让她进来啊！我知道。我过去捏了捏她的肩膀，让她别生气了。晚上吃过晚饭，我回了房间，走到窗边，拉开窗帘，往下一瞧，周怀瑾还在，他就站在大门外一动不动，清长的身影伫立在门口，头顶暖黄的灯光投下，他的影子被拉得老长。赶在他看过来之前，我拉上了窗帘。你到底想干什么？他神情终于有所变动。林夕，我们谈谈。看着他憔悴的眉眼，我还是同意了。没选在家里，我们去了经常去的一家餐厅，他点了一大通菜，不停往我碗里加，而每一样都精准踩中我的雷点。我低头看了眼盘子里的虾。周怀瑾，你是不是忘了我海鲜过敏？怎么会？你不是最喜欢……话说到一半，他止住了。喜欢吃的是苏眠，还有一旁涂满巧克力的黑森林蛋糕。隔着一段距离，我都能闻到空气中甜到发腻的味道。我在苏眠的账号里翻到过，他最喜欢吃了。每次课题结束，周怀瑾都会买给他。我用叉子指着桌上的每一道菜，这个，还有这个，通通都不合我胃口。喜欢吃这些的是苏面，对吧？我起身，拽起包包袋子就要走。林夕，他追了出来，拉住我的手。抱歉，我忘了。忘了？周怀瑾，你是真的忘了，还是从未在意过？他语气着急。我当然是忘了，我怎么可能不在意你？你是我的妻子，林夕。此刻，我异常冷静地审视着眼前这个人，然后轻轻笑了。在他不解的目光中，我开口：其实你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爱我，对吧？大一那年，为了能和他同班，我每天熬夜苦读，硬生生从专业排名末尾考进前10，转到了他的班级。之后，我开始了对他明目张胆的追求，各种变着法子讨好他。每天早上给他送早餐，寄情书，可却只换来了他冷冷的一句：林夕，以后别再这样了，我不喜欢你。那天晚上，我哭了一整个晚自习。从那一刻起，
我学会了将喜欢放进肚子里，不再声张。直到大2那年，隔壁班一个暗恋我已久的男生向我表白了。就在我摇摆不定的那个假期，他给我发了信息，说想要见我。没有怀疑，我义无反顾去了。可非但没有等到他，反而等来了喝得烂醉的酒鬼。我被拖进了那条漆黑的巷子里，等他赶来时，人已经不见了。我哭着捶打他，质问他为什么才来，他什么都没说，只紧紧抱着我。后来他向我爸妈保证会照顾我一辈子，之后更是为了照顾我，跟我选了同一个专业方向。我们顺利毕业结婚，他也靠着我爸的推荐，年纪轻轻就评选上了教授，日子过得平淡，但胜在顺利。所以为了保住这份平淡，即使在结婚1年后，我在酒会上听到了他跟别人的闲谈，得知当年他并不是突然回心转意喜欢我，只是不甘心我被隔壁班那个男生表白了，所以想骗我出来，让我吃吃苦头。但没想到我会被性侵。他哀叹自己的一辈子不得不跟我绑定在一起了的时候，我没有哭，更没有大吵大闹，而是在心里安慰自己，没关系，至少他现在是爱我的，至少我们现在日子过得不错。为了保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平淡，即便在婚后，他经常以科研繁忙为借口来避免履行一个丈夫的义务，我也会傻傻的给他找借口，一定是他太忙了。可直到看到他在另一个女孩子的视频下如此鲜活，我才恍然醒悟，那一刻我无法再继续欺骗自己下去了。周怀瑾他从头到尾都没有爱过我。你当年娶我是因为愧疚，自始至终你都对我心存芥蒂，所以这么多年来你碰我的次数屈指可数。你喜欢苏眠，因为它是一张单纯的白纸，可以任你描绘。不是的，林夕，之前是我不懂事，可后来我是真的爱上了你。他紧握着我的肩膀，力道大到好似要把它掰弯，生疼。承认吧，周怀瑾，你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可能不知道一个老师和学生的界限在哪里。你只是不想知道。你当然可以把责任推给苏眠，但你的不作为，任由他提出一个又一个要求，难道不是一种默认吗？什么也别说了，离婚吧。如果你不肯，我有的是办法上诉，只是到那时候，结果是大家都不愿看到的。说完，我拦下路边的出租车离开。我看着他的身躯一点一点弯了下去，最后跪在了地上，抱头痛哭。3天后，周怀瑾把签了字的离婚协议送了过来，他改了条约，把大部分财产留给了我，不愿占他便宜。我想改回去，他却反对了。不用，这是我欠你的，是我给你的补偿。我不缺你这点。那也收着，别让我愧疚，林夕。他的嗓子沙哑，眼睛底下的2团乌青格外明显，看起来异常疲惫。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他。我签了字，离婚冷静期还有1个月。他不死心想问，林夕，我们没可能了。他没再说话了，而是低声呢喃。也是，我把你伤得那么重，我们之间怎么还会有可能？我没说话，起身离开。出了律所，天上下起了绵绵小雨，仿佛是在对我逝去爱情的哀悼。我送你吧。不用了。我举起包包挡在头顶，冒着细雨跑了出去。穿过这场雨，我想我就能重获新生。等离婚证下来这几天，我也重新开启了画室。只是没想到苏眠会再次光临。短短1个多月不见，他像变了一个人，整个人瘦了一圈，脸上的精气神都没了。只是在见到我时，眼中的恨意依然清晰明显。自从他勾引有妇之夫，故意毁坏画作的事被爆出来后，就成了学校的名人。走到哪都有人议论，学生都刻意与他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没人敢跟他走到一起。课题小组的人更是把他踢了出去。他爸妈千里迢迢赶了过来，差点倾家荡产给他付了赔偿款，才让他免于牢狱之灾，但也因此差点被家里嫁回去嫁人，还是他辛辛苦苦哀求才得以留下来的。当然，这些都是我道听途说的。你来干什么？他双眼凶狠看着我。你干的对吧？我都已经把钱都赔给你了，也因为你再也不能跟周教授一起共事了，你还要怎样？为什么要害我失去这次参加项目的名额？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什么？不等我解释，他直直朝我冲来，双手扼住我的脖子。然而下一刻就被拉开，他重重摔在地上。没事吧？周怀瑾将我扶起。苏眠2眼放光。周教授，你来了。周教授，你是来看我的吗？我就知道你还在乎我，不要离开我，不要不理我，好不好？苏眠冲了上来，将周怀瑾紧紧抱住，他的神情变得委屈。你之前不是说我是你带过的最优秀的学生吗？不是说会带我直到毕业吗？为什么要半路把我丢下？是因为这个贱女人对吧？
可是你们都已经离婚了，你就不能看看我吗？苏眠，你放尊重点。我才知道，苏眠之所以这么疯狂，是因为板上钉钉的一个项目被换掉了，而他被踢出项目组，意味着无法从中拿到奖金，拿不到奖金，家里人就会再次过来把他带回去嫁人。周怀瑾冷冷看着他，你被移出项目组是你自身的能力问题，和林夕无关，更和我无关。不可能，我的能力不可能有问题的，明明都说好的。最后他被保安以扰乱秩序为由带走了，被关了7天，出来后也被学校强制退学了。苏眠把这一切遭遇归咎到了我的头上，开始到处找我的麻烦，不止一次因为砸坏我画室的门被带走，直到第3次，保安无奈通知了苏眠父亲和苏眠母亲过来把他带走了。直到见到他父母，我才知道为什么他会那么疯狂的不遗余力的想要勾引周怀瑾留在这里。他爸妈看到他就像看到了会发光的钱袋子，见他反抗，他妈一巴掌打在了他脸上。死丫头，出来这几年还学会反抗了是不是？供你吃供你喝这么多年，也该是时候回报回报我们了。正好你弟也到了结婚的年龄，缺20万彩礼，我和你爸已经给你物色好人家了，你跟我们回去准备准备，嫁过去就行。苏眠像疯了一样，死都要爬向周怀瑾。不行，我不要回去，我不要回去嫁人，周教授救我！周怀瑾冷冷看着他，再也没有了当初的柔情。这是你的家事，与我无关。苏冕就这样被带走了，我回去叫人重新换了一个门，把画室挂牌出租出去了。周怀瑾问林夕：“你不开画室了吗？”“开，只不过这里风水不太好，我换个地方开。”周怀瑾没再多问，分离前他再次问道：“林夕，我们之间真的没有可能了吗？”“没有。”我的答案也一次比一次坚定。他眼神闪过一丝落寞，没再说什么，驱车离开。1个月后，我们到证人到办证大厅领了离婚证。出来后，他叫住了我。就在我以为他又要问那个问题时，他突然开口：“当年的事是我太年轻，太要面子，才让你受到了伤害。但我想告诉你的是，这些年来我对你的感情没有一点虚情假意，不怎么碰你，也是怕唤起你的痛苦记忆。我本意上是害怕伤害你。”他说，他承认跟苏眠在一起的时候，感受到了新鲜感，感受到了脱离婚姻束缚的轻松感，所以才会知错故犯，纵容苏眠一次又一次的越界行为。直到意识到我真的要离开时，他才恍然醒悟，他真正离不开的是我。我静静听着，直到他说完才回道：“知道了，我们以后别再联系了。”说完，我头也不回的离开。1个月后，周怀瑾被调离到了国外分校那边，传言也随之停止。我重新开了一家工作室，位置选择最热闹繁华的大街，拿着离婚分到的钱，又在家附近买了一套小公寓，平时回家蹭饭，没事儿就窝在家里画画，日子过得悠哉悠哉。偶尔会收到周怀瑾的问候短信，向我报备国外的天气如何，在外面吃的都是些什么。不过我一句都没回。离婚后的日子比我想象中要轻，除了阴雨天，我几乎每天都泡在工作室里，接些肖像定制，偶尔教零基础的成年人画画，忙起来常常忘了饭点。好在离家近，傍晚收工溜达回去，总能赶上我妈刚端上桌的热汤。她嘴上说着我烦，碗筷却摆得比谁都齐，日子像被调慢了速度的沙漏，一粒一粒往下掉，无声却踏实。唯独天气转凉的时候，偶尔会想起从前，但也就是一闪而过的念头，像风吹皱水面，又很快平复下去。那个周末，我锁了工作室的门，做了件这半年来一直想做却迟迟没行动的事，我去跳伞了。教练是个晒得黝黑的年轻男人，核对完身份信息后，抬头看了我一眼，笑着说：“第一次，放心，全程我带着你，很安全。”“不是第一次，只是有几年没跳了。”他挑了下眉，没再多问，帮我检查装备时动作麻利又利落。我站在机舱门口往下看，地面缩成一块块整齐的色块，河流像一条细亮的银线蜿蜒其间，风从舱门外灌进来，呼呼作响，吹得我整个人都清醒了。我想起上一次跳伞是4年前，那时候我和周怀瑾刚结婚不久，我跟他说了好几次想拉他一起，他每次都皱着眉说自己恐高，又说极限运动太危险，劝我也少碰。我起初还试图说服他，后来渐渐不提了，再后来自己也不去了。准备跳！教练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我深吸一口气，纵身跃出舱门，自由落体的那几秒，风像一只巨大的手掌把我整个人拖在半空，失重带来的眩晕感和刺激感同时涌上来。我下意识张开双臂，感觉自己像一只被关了太久终于放出笼子的鸟。地平面在眼前缓缓铺展开来，山川、河流、公路、房屋，所有的东西都在脚下，渺小而安静。很早以前我闭过一次眼，就一次，错过了最刺激的那几秒。落地之后后悔的不行，从此再也没闭过。每一次跳伞，每一次蹦极，
我都睁着眼看眼前的一切剧速放大。降落伞打开的那一瞬间，速度骤减，世界忽然安静了下来。我悬在半空慢慢往下飘，风变得轻柔，阳光晒在脸上暖融融的。我忍不住笑出了声，声音被风卷走，散在身后。落地之后，教练帮我解开装备，拍着我的肩膀说：“状态不错，不像好几年没跳的。”那天晚上回到家，我瘫在沙发上，浑身酸疼，但心里前所未有的畅快。手机里存了几张教练帮拍的照片，半空中张开双臂的样子，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笑得牙都露出来了。我挑了一张发给爸妈，又顺手发了条朋友圈，配文就3个字：回来了。发出去不到10分钟，点赞评论叮叮当当响了一串。我妈在下面评论：“闺女你悠着点。”我爸回了句：“随我。”我盯着屏幕笑出了声，翻了个身继续刷，然后看到了陈宇的评论。他是我不久前认识的。那天下午，他站在工作室的玻璃墙前看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只是个普通的路人。直到他推门进来，指了指角落那幅未完成的画选画，问能不能卖。那是幅海景，蓝得过分浓郁，浪花卷起来的样子像要把整个画布吞噬。还没画完，不卖。他哦了一声，没再追问，转身去看别的。说话的声音不大，甚至有些轻。后来他看到了我画的一组人物素描，是我去年冬天画的几个陌生人：地铁上打盹的女孩，菜市场卖豆腐的阿婆，公园长椅上喂鸽子的老人。他看了很久，忽然笑了一下，是很淡的，几乎看不出来的弧度。你画的人眼睛都有光，那是因为被我偷看的时候，他们正看着自己喜欢的东西。他回过头来认真看了我一眼。那你自己呢？我没答上来。后来他成了工作室的常客，隔3差5来坐一坐，有时带杯咖啡，有时带本书，坐在窗边看一个下午，偶尔跟我聊几句。我渐渐知道他叫陈宇，做城市规划的，刚从外地调回来，住的地方离工作室2条街。他说他喜欢待在这里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能看到一个人安安静静做自己喜欢的事，很治愈。你这是在夸我还是在夸你自己？夸我们2个。他对我那条朋友圈的评论只有4个字：下次带我。我看到的时候愣了一下，然后退出去，点开他的对话框，犹豫了几秒，发了句：你确定？我下次打算蹦极。消息发出去没一会儿，他回得很快：确定。我体力还行。恐高吗？有点，但可以克服。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最后打了2个字：那行。他不问我过去的事，我也从不主动提起，我们之间的对话永远停留在当下。今天天气不错，这幅画的蓝色调得真好，你那杯茶凉了，要不要换一杯？但我看得出来，他在一点一点靠近我，不急也不躲。2周后的周末，我们去了郊区那个蹦极基地，桥面离水面60多米，站在护栏边上往下看，河水是青灰色的，流速不急，一圈一圈的波纹漾开。陈允站在我旁边，表面镇定，但扶着栏杆的手指骨节微微发白。怕了，现在反悔还来得及。你跳我就跳。我先跳的，站在跳台上的时候，风从谷底往上涌，吹得衣摆猎猎作响。工作人员给我扣好安全绳，倒数3、2、1。我回过头看了陈宇一眼，他正盯着我，嘴唇抿成一条线，眼神里有紧张，但也有一点别的什么，说不清。我笑了一下，然后转身，张开双臂，往前迈了一步。失重的感觉再次席卷而来，河谷在眼前急速扩大，风声灌满耳朵，所有的声音都被拉远拉长。但这一次跟以前都不一样。以前每次跳我脑子里都是放空的，什么也不想，只管享受那一刻的自由。可这次我脑子里蹦出了一个念头，等会儿上去之后，我要跟陈努说，谢谢你陪我。绳子回弹的那几下，我整个人在半空中晃晃悠悠，底下的船变得像一片叶子。我仰面看着头顶的天空，突然鼻子有点酸，不是难过，是那种原来我还能这样活着的恍然。落地之后，我腿有点软，蹲在草地上解反带。没过多久，陈云也下来了，步子不太稳，脸色白了2个度，但嘴角是翘着的。他走到我旁边，一屁股坐下来，喘了好一会儿气才开口说话。太吓人了。他没有多说什么，站起来朝我伸出一只手。走，请你喝热可可去，我需要压压惊。我握住他的手站起来，掌心干燥温热，指尖微微用力，稳稳的。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陈晕发来的消息，就一张照片，蹦极基地拍的，正好是空中回弹的那一瞬间。我整个人倒悬在半空，四肢舒展，姿势谈不上好看，但笑得特别肆意。他配了一行字：今天你很好看。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把自己蒙进被子里，闷闷地笑出了声。
第二天一早，我做了个决定，把周怀瑾以前发来的所有未读消息一次性清空。操作很简单，选中、删除、确认，前后不过3秒钟。做完这件事，我出门买菜，路过花店时，给自己买了一束白色的洋蕨菌，插在工作室窗台上的玻璃瓶里，阳光照进来，花瓣边缘透亮的像是能掐出水。下午来了个新学员，是个20出头的小姑娘，怯生生问我能不能教她画水彩。我让她先试着调几个颜色，她手忙脚乱把颜料挤了一桌子，满脸通红的道歉。那天傍晚收工，陈宇照例来接我去吃饭，我们并肩走在梧桐树下，枯叶被风卷起来，打着旋儿落在他肩上。他偏头看我一眼，问我想吃什么。火锅，冬天就得吃火锅。他点点头，掏出手机开始找附近的店。我走在他身侧，忽然觉得离婚以来的这几个月像是一场漫长而彻底的大扫除，把积了灰的陈年旧物一件一件搬出去，腾出空荡荡的房间，再慢慢添进新的东西，新的画布，新的颜料，新的朋友，新的期待。而我现在站着的这个地方，阳光正好，风也温和，我不再需要谁的道歉来填补心里的缺口了。那缺口早就被我自己一砖一瓦砌上了，砌成了一堵墙，墙上还开了一扇窗。推开窗，外面是漫山遍野的，不需要任何人陪伴的春天。火锅吃到一半，陈宇忽然放下筷子，认真看着我。林夕，我有句话想跟你说，但怕太突然。那你别说了，吃完再说。他笑着摇了摇头，到底还是没说。可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答案，那个答案不急，我也不急，我们还有很长很长的时间，可以慢慢讲，慢慢听，慢慢把剩下的日子过成想要的样子。窗外的夜空落了细雪，纷纷扬扬的映着街灯昏黄的光。我端起杯子碰了碰它的玻璃，轻响，像一句无声的许诺。